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们总是故作好心地告诉你谁是坏人，谁是好人。当你还在纠结相信谁时，他们拍了拍你的肩膀说：放心，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而最后呢，你替他卖命，他却提着钱跑了，而你还在替他数钱。欢迎回到特朗普人格系列。今天要介绍的正是让特朗普赢得2020年大选的人格——煽动性操控者。他用的也是同样一套话术。2024年，他对选民说：不是我要针对移民，但是他们抢走了你们的工作、医疗、教育，甚至是社区安全。他们说话不需要证据，通过制造我们有敌人的幻觉，让大家感到焦虑才是他们的目的。当有人不断强调外面有危险时，我们的大脑会进入防御模式，这时候会更容易接受对立的叙事。这就像同事不断暗示说，管理层要清洗老员工，某些人说，男性在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让你选边站。今天我们抛开所有的立场，用心理学的视角进入喜欢煽动对立的人，看看我们生活中是怎么样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在这些控制大师的脑中，事实只是他们的物料，制造对立才是他们的目标。这是特朗普制造对立的方式。第一步，点燃大家的怒火，说移民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第二步，制造恐慌，他把反对者律师关进了监狱里。第三步，合理化，在关税文件旁摆上了圣经和小区群里那句不交物业费的都在破坏小区利益，异曲同工。社会心理学的群体认同理论指出，大家会更加认同群体内的伙伴，更加排斥群体外的人，而这个群体有可能是虚构的。一旦群体形成后，操控者们又会像对待自家的小猫咪一样，精准的投喂猫罐头，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当帽子变成了信仰符号，再把矛盾指向了假新闻媒体，来深化对立，在一个虚构的群体中不断的制造幻觉，让这个群体内的成员觉得全世界只有我们能理解彼此。然后到了最后一步，制造歧视，这是特朗普演讲时的说辞。美国每年要被墨西哥毒枭害死10万人，他们只会送来罪犯跟毒品，在这里面需要把偏见升级成歧视。第一步，去人格化，把对方不当作人，用罪犯替代群众这个中性词。第二，暗示这是群体行为，而并不是个例。第三，将暴力行为正当化，我们只是在保护自己。当对立被成功建立之后，这些操控者们又如何获得利益呢？一个心理学家做过著名的实验，当面对医生的权威命令时，65%的人会对陌生人施加致命电击。正常人对权威的服从程度往往超过人的想象，而对于操控者们来说，就是要把意见领袖这个身份转化成权威者。当特朗普在集会上让人群高喊口号时，人们的喊声越响，越是会服从压力，失去理性。就像某些公司团建逼你喊口号，喊得越响，脑子越空，自尊心越低，越会服从于公司命令，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变成符号。特朗普把名字印在大厦上、牛排上，甚至是关税文件。2023年，特朗普到达毒列车事件发生地，带着14000瓶特朗普矿泉水。到了最后一步，群体极化。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二战描述德国的电影？在那种排山倒海般的集体狂热下，所有人的理智、良知都被摧毁。当把一个民族凌驾于整个人类的利益之上，然后发动一场可怕的战争，集体的行为会让激进的程度不断翻倍。此时的操控者们就像控制了一群人肉提款机，要钱，信徒就会因为拯救国家而捐款；要权力，极端主义者就会拿人肉当盾牌。这就像在家族微信群里不断转发，不转不是中国人的长辈，用的都是同一套底层代码。2025年的现在，即使在幼儿园里，小男孩跟小女孩都会因为某些叙事而对立。这个荒诞的场景背后，就是操控者们为了关注而埋下的仇恨果实。这种对立一旦形成，社会需要用几年甚至几十年来修复，但制造它只需要几个事件。歧视理论说道，一旦对立被正当化，攻击他人就变成了天经地义。当操控者们获得他们的利益时，我们也习惯了用好人、坏人的滤镜来看待这个世界。就像在网上争吵的男女对立，和本地人、外地人一样，都陷在了一个怪圈里。
当人们都陷入了这各种对立中，又有多少权势能获得关注？还有多少意见领袖能在立场上赚足了钱？最后剩下给我们普通人的只是到处的仇恨和满是伤痕的世界。最后再说一句，所有急着帮你区分阵营的人，都在想从你身上赚钱。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意思，请帮忙点赞分享。感谢您的观看，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下期再见。